女孩报警称父亲失踪了，警察却说大人失踪无疑是两种原因，一种是躲起来逃避责任，另一种是想不开自杀了。因为女孩的父亲前阵子偷了超市的2个饭团1碗汤，被警察教育过，显然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但女孩不信，坚定地认为父亲失踪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看到了警方的通缉令，上面写着抓到连环杀人犯能领300万。父亲失踪是不是另有蹊跷呢？今天要推荐的电影是近期高口碑犯罪片《失踪》。女孩名叫小峰，她一觉醒来发现父亲不见了。难道父亲看到昨天的通缉令，要独自去抓杀人犯吗？小峰不敢往下想。放学后与男同学去人力资源所寻找父亲老志，并得知了老志在一家工地干活。小峰在工地里疯狂地呼喊父亲的名字。但出现在小峰面前的是个年轻人。小峰以为这个年轻人只是与父亲同名同姓的人，并没有想太多。但其实眼前这个年轻人正是连环杀人犯山内。他盗用小峰父亲的名字，找不到父亲的小峰只能请求学校的帮助。在老师的陪同下，他们去了警局报了案。但警察不耐烦地说，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年人闹失踪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想面对糟糕的生活了。显然警察并不想费力去帮他找父亲，但对单身家庭长大的小峰来说，父亲是他唯一的依靠。女孩坚信父亲是去抓连环杀人犯了，如果赚到这300万，他们就不用过穷困潦倒的生活了。既然警方不想立案，小峰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父亲。小峰在街上贴满了父亲的寻人启事，直到一条短信让小峰措手不及。父亲的手机给他发来一条短信，上面写着不要来找我了，我现在过得很好。小峰愤怒极了，他不能接受被父亲抛弃的事情，他把街上的寻人启事撕掉。这时他意外发现警方通缉令上的犯人照片跟他在工地上看到的人实在太像了。难道父亲失踪另有隐情？小峰大胆猜测，父亲是不是在抓捕罪犯时被发现了，以及父亲那条诀别短信会不会是罪犯发出来的？想到此，小峰不寒而栗，他把自己的猜想告诉了警方，但这次结果仍然一样，警方并不想立案调查，小峰只能自己找线索。他来到以前经营的一家乒乓球馆，现在处于倒闭状态。他想用这里的电脑查一查那个杀人犯山内。原来山内手上沾满8个人的鲜血，手段残忍，而且都是通过社交软件骗出来诱杀。小峰在警方提供的视频画面上添上一副眼镜，跟工地那个男人果然一样。小峰本来想告诉学校老师，但看到他们一家其乐融融，不人打扰，小峰回到家，学着父亲的样子，躺在躺椅上看电视。这时突然有人关掉电视，显然有人关了电视，到底是谁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天，小峰来到工地上，原先那个冒用父亲名字的年轻人不在了，而周围的人也不陪他上演寻父的戏码了。老师还找来了修女，似乎认定他已经是孤儿了。但小峰并不想放弃，母亲在乒乓球馆自杀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他不想再失去父亲了。就在小峰跪在地上无比绝望的时候，阵阵鼾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时他发现了杀人犯山内，他怎么会在他们废弃的乒乓球馆里？山内看到小峰立马逃跑，小峰没多想就上前追赶，但他一个小女孩怎么会是杀人魔的对手？他差点就死在他手上了，还好隔壁路人出现，不然小峰就这样去见他母亲了。小峰不依不饶，在山内翻墙的时候将他的裤子给拽了下来，随后在他的裤子里找到父亲的手机以及一张去往果林岛的船票。小峰猜测或许父亲就在那里。小峰毕竟是女孩子家，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这时他想起追求他的男生，为了安全他只能勉强同意让男生陪同，但这个日本男生也是满脑子污秽，非要小峰给他看一眼欧派。小峰忍着屈辱同意了。随后两人来到了果林岛，这里荒凉破败，荒无人烟。两人走了一圈啥都没发现，直到远处的警笛声指引着他们。终于小峰找到了父亲，但父亲是死是活呢？这里影片没有给出答案。接着影片开始了另一个视角，时间倒回3个月前，故事的主角是杀人魔山内，他给失去活下去的人提供自杀服务。眼前这个 A 小姐显然不满意山内的服务，污浊的海边，廉价的威士忌，恶臭的房间，与她想象中不一样。本来 A 小姐要成为山内手下第9名亡魂了，但被邻居发现后报了警。山内逃跑时还偷了 A 小姐的包，山内的通缉令也是这个时候下的。
山内逃到果林岛山洞里，熬了就好久熬不住了。他出来找食物，遇到了一个自称来这里寻找灵感的老者。老者并没有认出他，请他吃甘甜的橘子，还好心的请他吃饭。夜幕降临时，老者还提议一起看片，没想到老者还是老色批，满满一房间的收藏品。本来山内对此并不感兴趣，直到看到了影片里女老师脚上的白袜子，这个杀人魔抑制不住内心嗜血的欲望，老者就这样成了他手上第9个亡魂。结束后，山内给尸体套上纯洁的白袜，没想到这才是他病态的欲望。本来山内可以鸠占鹊巢，在老者的家安然度日了，直到一天，他登了社交账号，看到有人给他留言，他再次有了离岛的冲动。没错，这个人就是小峰的父亲老志。原来他与老志13个月前就认识，那时候小峰的妈妈还没死，他原来是乒乓球运动员，后来却得了渐冻症，说话不利索，生活不能自理。他跟老志说过想死的心都有了。看着妻子每日痛苦，他什么都做不了。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山内，此时的山内还不是杀人魔，他是医院的护工。老志这样日复一日的照顾妻子，直到他看到妻子试图用窗帘布自杀，他静静的看着没有阻止。他们眼神对视的那一刻，空气里充满了绝望，疾病带来的痛苦让夫妻俩备受煎熬。妻子曾在社交软件上述说着赴死的决心，老志也想成全自己的妻子，但是他做不到，要亲手结束爱人的生命太难了。这时候山内表示他能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就这样，老志妻子死在山内手上。实际上他在死的前一刻后悔了，但山内的杀戮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山内没有收住手，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是山内第一次杀人，那颗代表生命的乒乓球掉落地上，也被山内踩碎。老志妻子死后，山内刻意在尸体上穿上白袜，这是山内第一次尝到变态的快感。这个杀人魔尝到了血的味道，便再也回不了头了。他说：“原田さん、一緒にやりましょうよ。これは殺人じゃありません。人助けです。”虽然老志知道他这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为自己找借口，但山内一下就戳穿老志的弱点。他为了给妻子治病，早就背义深战，还有一个女儿要养。为了钱，老志变成了山内的帮凶。他们一起在社交软件上找猎物，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实际上他们只是缺少开导他们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有自杀的勇气。但山内并不管那么多，他只想满足他的兽欲，而且他们还会找那些想要自杀的人索要钱财。老志得到了钱，山内享受嗜血的快乐，但这些人并不是真心想死，却都成了山内手下的亡魂。山内每次给老志寄现金，都用一些甜点作为伪装。小峰一边吃着一边问老志这是哪里来的，但老志并不知道这是甜点，他跟小峰说是肥皂。这个细节对案件发展非常重要。接着时间线来到3个人重合的时候，这天老志在电视看到山内被通缉的事，他害怕事情败露，于是想到一个绝妙的计划。先是暗示女儿，他想去抓逃犯，然后给山内发信息约见面。这就是为什么小峰会在乒乓球馆里撞见山内的原因。而上面提到的 A 小姐因为没死成，又找上山内，并拿300万日元作为诱惑。山内其实不在乎钱的，但老志不一样，于是他帮山内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甚至将自己的工作证、手机给了山内。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峰会在工地里看到山内的原因。紧接着，老志把 A 小姐安排在旅馆内，山内则暂时住在倒闭的乒乓球馆里。老志利用这个时间还回家看了下女儿。上头小峰家电视被关也说通了，但第二天小峰在球馆遇到山内，还将其裤子都扒掉了。原本老志是准备将 A 小姐带到球馆里，由山内替她结束生命，但小峰的出现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老志还看到了小峰为了找他给男生看欧派的画面，计划失败。他们又想到了果林岛里还有一个秘密基地，于是第二天他们相约果林岛。A 小姐上回自杀计划失败后，还尝试过跳楼，最后把自己跳残了，脚上打个石膏。在动手前，老志确认了一下300万钱款后，山内就开始他的自杀服务了。A 小姐没有一丝反抗，山内非常迅速地结束她的生命。A 小姐死后，山内照旧给她穿上白色袜子，但 A 小姐打着石膏，白色袜子穿在她脚上黯然失色，山内丝毫感受不到快感。另一边，老志又有自己的小九九。山内完事后，老志哄骗他外面有人，等他开门后，老志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刀，就这样一下，
2下、3下、4下，连环杀人魔的生命被终结了。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而且他还能顺势拿到300万悬赏金，外加 A 小姐的300万，老智的日子可以过得逍遥快活了。为了让抓捕逃犯的现场更加逼真，老智还狠心在自己的腹上捅了几刀。为了钱，他真是够狠啊！万事俱备，只要报警，他就妥妥的赚到600万了。但没料到 A 小姐并没有死透，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只求老智能给她一个爽快。为了万无一失，老智只能下杀手。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但 A 小姐这条人命成了他最大的意外。之后，警察到场，老智就编造了一场抓捕逃犯的故事。虽然疑点重重，但老智身上那几个伤口，加上 A 小姐并不是真的取出300万日元，这才让警察勉强相信了他。不然无缘无故丢失300万日元，换谁都会起疑心。最后，老智还是获得了300万日元，他将乒乓球馆重新开了起来。虽然小峰对此感到疑惑，但老智有自己的盘算。果不其然，有了困难的第一次后，老智成了第2个山内。他登上山内的社交账号，收到了某人求死的消息。老智熟练地回复着猎物的问题，但他怎么都没想到，这是女儿小峰的一次试探。原来小峰在父亲的手机里看到过社交账户，就像老智常莫名其妙收到甜点一样可疑。在社交上，小峰约老智在天桥下面见面，看到父亲真的出现在这里，小峰有了答案。电影把最后一个场景放在了乒乓球馆里，父女俩一起挥舞着乒乓球，而警车已经在赶来的路上。小峰最终还是选择了大义灭亲。失踪以3段叙事结构，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叙事手法新颖，演员演技在线，再一次让人感慨日本电影尺度之大胆。